在我们这里能够看到乡土中国，看到中国的农民怎么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，这是我当时最朴素的一个想法，就建了这个倪美术馆，中国的乡村摄影中心。去年有将近10万的人来到这里。我们到这里的第3年做了5个美术馆，我妈妈说：“你这个傻龟，1分钱赚不到，你还做这些东西。”我是69年，我家就在这条江边上，那边有个水电站废弃了，也是很巧的，就是1969年建造，发电了42年，又被废弃了，现在把它复活了，变成美术馆，空间都是轻的，微改造，每个时代都应该留痕的。后来我们在这个村里面又看到了几处闲置在那边的空间，80年代的舞厅把它改建成一个美术馆，来看展览，然后也可以跳舞。每个周末就会有乡村舞会。倪照相馆原来是一个门卫，设了一个展览叫《青春里的中国》，很小很小的，3个平方都不到吧，叫做江洗叶小馆。这条十里临江是一个天然的自然的美术馆。春天到了，我带着大家去行走这条江。倪美术馆目标就是跟本地的村民、跟创作者，就是要让我们从此有关系。当年建造真很不容易，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是义务工，他们是无名英雄，然后也拍了他们的肖像挂在这里，这每家每户我们都做过采访。这里有4兄弟，但是现在呢，他们都不说话了，用艺术来去撮合一下，后来就有了那个照片，4兄弟在爬墙。给我们的邻居专门拍了一个广告。年纪最大的一个老奶奶90岁了，跟她聊聊天，过年前还给她买了鞋子。保洁阿姨她看到我们这么多书，就一本本看，导览的很好的，我觉得甚至都比我讲的好。有些活动啊，挨家挨户小板凳借来，村民就说拿去拿去拿去，他们每个人都是很可爱的。在乡村呢，你住的这个美术馆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来，没有人来一切都是零，就不收费。村里的跨年之夜烟花放起来，我还亲自去砍毛竹做竹筒饭给大家吃。这徕卡放大机也将近100年的机器了，交给他们冲洗胶卷，一发布出去马上就爆满了。其实我是蛮警觉的，因为我在中国看到太多的这种所谓的艺术空间，最后就是废弃掉了，反正做不好了就走了，我是逃不走的。你去用心做，还是真能够吸引到外面的人来的。在这之前我做过司机、警察、文化稽查员，有1个月我就抓了16个扒手，快30岁了，我就觉得如果我再不去努力的话，摄影记者的梦啊可能就过去了。就都市快报总编呢看到我那个照片呢，他的坚持下我留下来了，参加了河赛，居然就得奖了，其实蛮意外的。现在是浙江传媒学院的老师教的，基本上都0后了，互联网成长的一代。摄影作品你最终还要去面对现实的，我就带学生去茶馆村庄上课，去一个小镇上课。因为虚拟的东西，特别是 AR 出来那种真真假假，如果说我们没有对现实的一点判断，真的会被迷失的。我的镜头是朝下的，喜欢拍那些小人物。因为这张照片嘛，其实让我关注中国的留守儿童，关注中国的一个具体的村庄。
我有个计划，要拍摄中国的100个村庄，10年间呢，已经有将近30个了。中国的乡村消失得特别快，是需要有一些人去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处。